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譚松韻高速怒下車，徐凱當街追人，15分鐘交通癱瘓真相曝光。2026年開年，娛樂圈原本並不平靜，但誰也沒有想到，一段發生在高速公路上的偷拍視頻，竟會引發如此巨大的輿論海嘯。譚松韻與徐凱這對曾被無數觀眾刻到上頭的熒幕搭檔，一夜之間被推上了風口浪尖。一方是國民好感度極高的實力派女演員，一方是流量與話題並存的人氣男星。當譚松韻高速路下車，徐凱追車對峙，造成交通癱瘓等關鍵詞輪番登上熱搜時，圍觀群眾的第一反應不是吃瓜，而是震驚。事情真的有這麼簡單嗎？從偷拍視頻到全民圍觀，事件是如何被引爆的？根據目前流出的多段視頻與目擊者描述，這起事件發生在一個原本再普通不過的週四傍晚。當時，一輛黑色豪華轎車正行駛在連接兩座一線城市的重要高速路段，車流密集，車速較快，一切看起來都十分正常。直到副駕駛車門突然被打開，畫面中，譚松韻在車輛尚未完全停穩的情況下下車走向路肩，緊接着，徐凱從駕駛位出來，車門未關，雙閃開啟，神情明顯慌亂。這一幕被後方多輛車的行車記錄儀完整拍下。短短幾分鐘內，車輛開始減速、剎停，高速路瞬間出現擁堵。有司機下車查看情況，也有人舉起手機開始拍攝。一場原本屬於私人空間的情緒衝突，就這樣被迫暴露在公眾視野之中。15分鐘的高速路僵局，比下車更令人不安的細節。如果說下車只是導火索，那麼真正讓輿論失控的是隨後發生的十幾分鐘。多角度視頻顯示，譚松韻始終與徐凱保持距離，他不斷後退，抬手示意，明顯不願靠近，而徐凱則不斷試圖接近，不是激烈拉扯，而是帶着明顯的焦急、勸說和懇求。這種畫面極具衝擊力，也極容易被不同立場解讀。在支持譚松韻的視角裡，這是女性在高度情緒壓力下的自我保護；在另一部分網友眼中，則演變成對徐凱行為的放大質疑。還有人認為，這只是一次失控的爭吵，被偷拍視頻二次傷害。高速路上的對峙持續了近15分鐘，交通因此受阻，公共安全受到影響。也正是這一點，讓事件無法被簡單定性為明星私事。情緒為何會失控？譚松韻的反常行為引發關注。輿論中最令人不解的問題始終只有一個：為什麼是譚松韻？在大眾印象中，她一向以理性、溫和、專業著稱。無論是綜藝、採訪，還是拍戲現場，她極少被貼上情緒化的標籤。正因如此，她在高速路上突然下車的行為才顯得格外反常。多位行為分析博主指出，從視頻中可觀察到幾個明顯信號：動作急促，節奏失衡，身體持續後退，試圖拉開空間，迴避目光接觸，手部防禦性動作明顯。這些特徵更接近急性情緒應激反應，而非刻意製造衝突。這也讓不少網友開始反思，是不是事件背後存在外界並不知情的情緒積壓或突發刺激。徐凱的追隨行為，關心、挽留，還是輿論陷阱？相較之下，徐凱在畫面中的表現同樣被無限放大。視頻裡，他並未出現肢體衝突行為，但追隨、靠近、伸手等動作，在剪輯傳播後被反覆截取、慢放、解讀。事實上，從完整畫面來看，他始終保持一定距離，沒有明顯強迫行為。
然而，公眾輿論往往不看完整版本，只看最具衝擊力的幾秒鐘。在流量邏輯下，一個伸手未果的瞬間，就足以被加工成多種敘事版本。這也是當代娛樂輿論最殘酷的一點。當私人衝突被拍成公共素材，當事人幾乎沒有解釋空間。5. 警方介入卻無明確說明，留白反而加劇猜測。約12分鐘後，交警到達現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官方通報中明確提到，沒有任何報警電話來自當事雙方。事件被定性為私人糾紛外溢至公共道路，未公布爭執內容與起因。這份極度克制的通報並沒有平息輿論，反而讓猜測更加洶湧。有人質疑是否存在公關介入，有人懷疑是否有行業力量在降溫，也有人認為這是對當事人隱私的必要保護。但可以確定的是，真相的空白往往是謠言最肥沃的土壤。6. 目擊者說法曝光，一句"我只是想離開"意味深長。部分匿名目擊者向媒體透露，譚松韻在與警方溝通時，情緒依然未完全平復。當被詢問為何下車時，他反覆表示"我只是想離開"。而當警察進一步詢問是否感到不安全時，他選擇沉默，並與徐凱對視後輕輕搖頭。這一細節被無數網友反覆解讀：是不願公開，是不想升級事態，還是純粹的情緒疲憊？沒有人知道答案。7. 偷拍視頻時代，明星還剩多少情緒權利？拋開個人立場，這起事件折射出的是一個更現實的問題。在全民記錄的時代，公眾人物是否還有情緒失控的權利？一個普通人憤怒下車，可能只是一次危險行為，而明星同樣的舉動卻會被拆解成輿論風暴。鏡頭之外的原因被無限想象，鏡頭之內的片段被反覆消費。對譚松韻和徐凱而言，這可能只是人生中極不理想的一天，但對互聯網來說，這卻是一場持續發酵的內容盛宴。8. 熒幕情侶的幻滅，粉絲情緒為何如此激烈？事件之所以爆炸，還與兩人的熒幕關係密不可分。長期以來，譚松韻與徐凱被視為極具 CP 感的組合，角色投射、情感代入，使部分粉絲難以區分戲內與現實。當現實出現裂痕，情緒反噬便格外猛烈。有人失望，有人憤怒，有人轉而攻擊任何一方。這本身也是一種集體情緒的失控。9. 或許我們該學會停下來。截至目前，雙方團隊均未發布詳細聲明，也許是冷處理，也許是在等待情緒徹底退潮。但無論真相如何，有一點值得被反覆提醒：高速路不是情緒的出口，偷拍視頻也不是正義的武器。在沒有完整事實之前，任何過度指責都可能成為二次傷害。結語：真相或許會遲到，但情緒不該被圍觀。這起事件未必會有一個讓所有人滿意的答案，但它已經留下了一個值得整個娛樂圈與公眾深思的問題：當私人情緒被迫成為公共事件，我們究竟是在追求真相，還是在消費失控？或許比站隊更重要的是學會保持一點冷靜與邊界。畢竟，鏡頭之外，他們也只是人。